重生后，我一脚踢飞了面前灵力雄厚的白狐，转而跟他旁边的黑色大野猪签订了契约。上一世心仪小师妹的白狐被我选中，小师妹为此叛出师门，堕入邪道。白狐将这一切都归咎到我的身上，不顾我对他多年的情谊，悍然施主将我残忍杀害。重生后，我依然跟那头野猪签订了灵兽契约，他们不知道我的灵兽才不是猪。一只低贱畜生，哪里来的资本在灵兽宗冲大爷？在场众人被我这一举动吓了一跳，不明白平日温和的我为何这般瞧不上这只白狐。白狐猝不及防被我一脚踢中，摔在地上半天起不来，一条前爪金丝被我踢断了。柳飘飘飞奔过去将白狐抱起，看向我的目光出离了愤怒。即便师姐不喜这白狐，也不必下如此重手。莫非师姐见这白狐是高阶，却不愿同你签订契约，便想毁了它，让师弟师妹们也得不到吗？我斜了他一眼，既然师妹喜欢这白狐，那我今天便做主将这白狐送给师妹了。柳飘飘大喜过望，但马上掩饰住脸上的狂喜。师姐将他打伤，又转送给我，难不成是瞧着师妹我好欺负吗？竟然用一只受伤的灵兽来打发我。我一指旁边的灵兽队伍，你若不想要它，大可以再去重新挑一只。他哪里肯舍了高阶的白狐，赶忙改口，我要。师尊平时一向溺爱我，但此时脸上也有些挂不住。师义，行了，你跟一只畜生较的哪门子劲？我恭敬朝师尊行礼，然后一指那头浑身黑色毛发、两只獠牙几乎要捅破天际的野猪。我就要它了。演武场上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沉默，所有的眼睛都望向了那头有着小山一样庞大身躯的巨型野猪。掌门师尊看着那头大野猪，气得差点背过气去。若非你是我的得意弟子，我现在真想当场就废了你一身修为。柳飘飘怀里的白狐看着那头野猪，再望向我的目光便带上了浓浓的醋意。我走到野猪面前，伸手抓了抓它的鬃毛。就你了，来不来？野猪看了我半晌，抬了抬鼻子，算是答应了。一道黑光闪过，野猪正式成了我的灵兽，跟灵兽签订了契约，双方就要共享彼此的知识储备，所以他很轻易的就猜出了我的身份。再看向柳飘飘的目光便带上了化不开的敌意，怪不得都说猪是比狗还要聪明。忘了，他压根就不是猪。上一世他重伤濒死，倒在灵兽宗的山门前，宗门看他勉强算是个灵兽，便不太上心的将他救活，让他留在灵兽宗养伤。没想到这个柳飘飘是个缺心眼，本来你不愿意签订契约，也没人逼你，可他偏偏要弄得所有人都强迫了他一样，不仅叛出宗门，还打伤了本就重伤在身的野猪，让他平白丢掉了几千年的修为，才堪堪保住性命。师尊脸上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了。师弟师妹们看着野猪，再望向我的目光就带上一丝暴殄天物的同情目光。柳飘飘那边，他生怕我反悔，也急不可耐地跟白狐签订了契约，成了白狐的主人。虽然白狐被我打伤，但养养也就好了，所以他看向我的野猪时，脸上便带了一抹得意的神色。我看这野猪倒是和师姐极为相配，师妹知道师姐也是心仪这白狐的，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才选了这头丑陋的野猪。如果师姐反悔，师妹愿意将白狐拱手让给师姐。这话说的就有点得便宜还卖乖了。你刚才都跟白狐签订契约了，要想解约，要么灵兽死，要么主人亡。你现在跑到我面前说这种话，无非也就是想要在众人面前博一个心地善良的名头罢了。我可不会如他所愿，故意当着全宗门的面大声道：师妹，你可别瞎说了，你这么整，好像我多想要这只狐狸似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师姐我最不得意的就是狐狸了。这玩意儿它不光不听话，身上还一股味儿。你别看它毛挺白的，其实身上全是虱子，老膈应人了。说完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：师妹，你要是稀罕你就留着吧，师姐可不要这玩意儿。这些话我是故意说给那臭狐狸听的，这畜生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上一世我把所有的天才地宝都用在了他的身上，他安然享受我培养的同时，却对我极尽厌弃，化形后甚至经常顶撞我。最后也是他在柳飘飘屠杀宗门众人时，第一时间背叛了我，在关键时候反身一口撕碎了我的喉管。这样的畜生，我手里但凡有块砖，我也得掰成两半，砸他2回。我朝野猪勾勾手指，一人一猪径直离开了演武场。从柳飘飘身边经过时，白狐突然瘸着腿拦住我的去路。等等，野猪可不惯着他，巨大的蹄掌直接朝他的脑袋就踩了过去。他慌乱的想要闪开，却因为一条腿受伤行动不便，被野猪一脚整踩在他的大尾巴上，直接将他的尾巴踩进了地里。白狐被他这一脚给踩应激了，3条腿跳起来一掌挠在身旁的柳飘飘脸上。到底是上古凶兽，脾气是真不好。回到后山的院子，一人一猪开始坐在院子里面对面坦白。野猪打量着我的小屋，难为你能忍着不一剑砍死那只虎崽子。我瞪他一眼，有些话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别乱说。你这么大的身份摆在那儿，别嘴跟棉裤腰似的，什么都往外秃噜。你什么意思？少跟我装蒜，签订契约时你就全都知道了。你以为你的身份还能瞒得了我？野猪眼中露出一股狡快。那又怎么样？老涛啊，咱们俩都意识共享了，你也没必要跟我这儿耍心眼子。你也不想跟上一世一样掉了好几千年的修为，只能靠走邪道来恢复修为报仇吧。野猪其实是一只重伤的饕餮，上辈子伤虫被长老捡回山门，本想着在这儿安心养伤，不想契约大会上柳飘飘突然发难，猝不及防之下被他所伤，还是拼着失了几千年的修为才勉强保住一条命，自此便遁入魔道，
走上了黑化的道路。他最后下场凄惨，想要找柳飘飘复仇，结果却被已经成了气候的白狐杀死，反倒成了对方捕役的养料。要不是我现在身上有伤，刚才我就应该直接踩碎那个贱人的脑袋。你小点声，真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？我照着他的前腿踢了一脚，感觉好像踢到了一块铁板，差点折了自己的大脚趾头。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，你叫什么呀？总不能一直叫你野猪或者饕餮吧？金邪，我叫金邪。我从腰上解下百宝囊，这里是我平时攒的天材地宝和一些妖兽内丹，应该能帮你尽快恢复，你先用着吧。都给我了，你咋整？你都饕餮了，等你痊愈了，我什么天材地宝弄不到，到时你双倍还我就是了。野猪白了我一眼，你这女人倒是会做买卖，要不怎么说？话到一半，他眼中凶光大盛，死死盯住了我的身后。我回头就看到那只白狐正蹲在门口，抻着个狐狸脑袋，正鬼鬼祟祟地看着我俩。我站在门口，冷眼看着面前瘸了一条腿的白毛狐狸。你有什么事吗？他看着有些别扭，一边想要靠近我，一边又要摆出一副高傲的派头，好像很不情愿凑过来一样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惊血，他已经从百宝囊里取出一块灵石，一边不怀好意地看着白狐，一边满脸狰狞地把嘴里的灵石嚼得咯嘣咯嘣响，那副样子就差在脸上写赶紧滚蛋这4个字了。不愧是凶兽，脾气就是不好。白狐看到惊血这样，明显有些接受不了。那是我的。话说到一半，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又硬生生把后半句给咽了回去。我知道他要说什么，他也重生了。早在7月大会上，我就发现他看我的眼神不对，所以才会一脚将他踹了出去。但我想不通的是，重来一世，他又为何要背着柳飘飘偷偷跑来寻我？看着他瘸了一条腿的可怜样，我只觉得讽刺。我对他千般好万般好的时候，他会为了一个女人背叛我这个主人，甚至不惜亲手施主，还残忍地挖出我的原因。如今我初见面便打断他一条腿，他又屁颠屁颠地跑来找我，这狐狸还真是贱。你不陪着你的主子跑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主子这2个字让他起了很大的反应。他才不是我的主子。哦，我站起身往回走。那你赶紧该干嘛干嘛去吧，别在我院门口待着，我嫌你脏。他昂起头看我，满眼震惊。沈之意，你刚才为什么不选我？啊，你没事吧？我凭什么要选你？就凭你是只妖狐，还是凭你那副天老大地老二你老三的损色？记住你的身份，你也就是灵兽宗收养的一只畜生，你最好摆正自己的位置。我选的是灵兽，不是给自己找活爹。我没有捡个祖宗打板供上的习惯。我慢慢踱回到金邪身边，抬手抓了抓他的鬃毛，后者舒服地眯着眼睛，往我身上拱了拱。看见了吗？这才叫灵兽，会全心全意对待我，会让我放心地把后背交托给他，而不是一只整天给我这个主人摆脸子看的孽障，明白了吗？白狐哑然，看向金邪的目光中又带上了那股子粗酸味儿，一声尖利的叫喊从他的身后转了过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声喊打破了院子里的宁静，循声望去，只见小师妹柳飘飘正叉着腰站在白狐的身后，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戒备。周围院子里的师弟师妹听到声音，纷纷走出来瞧热闹。眼见周围看热闹的人多了起来，柳飘飘想到平日师兄师姐对自己的照顾，仿佛找到了主心骨，对我厉声质问：师姐既然已经弃了这白狐，那师妹还望师姐能够自重，不要吃着碗里的，还要瞧着锅里的。若是师姐舍不得我这白狐，刚才当着师尊和师兄师姐们的面就该明言，为何现在又要偷偷拐走我的灵兽？我抱着膀子靠在金邪身上。你哪个眼珠子看到我拐走你的灵兽了？他指着身旁的白狐。人赃俱获，我的白狐都跑到你的院子里来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我承认什么？是你那狐狸自己跑到我门口找我讨吃的，我还没治你约束不严之罪呢，你倒是学会先反咬一口了。难道随便一只灵兽跑到我的院门口，我便要承认我是觊觎别人灵兽的小贼吗？还是说师妹你怕自己养不起这白狐，所以特意主仆2人演练好了，跑到我这儿来讹诈的？师妹啊，这狐狸乃是高阶灵兽，是需要大量天材地宝来喂养的，不是棒子面拌上些剩菜汤就能养活的野狗。你若是养活不起，舍不得你百宝囊里的那些好东西，当初就不该选这只白狐当做自己的灵兽，平白委屈人家一个堂堂高阶灵兽跟你一起过苦日子。他入宗门入得晚，所以现在还只是炼气后期，连金丹期的门槛都没摸到。现在养了个高阶灵兽，就相当于一个只有3000银子的宗门杂役，却养了一只成年吞金兽。我把目光落在他身旁的白狐身上。你不是会说话的吗？你自己说是我把你骗来的吗？臭狐狸这个时候倒开始装起哑巴来了，大尾巴卷着柳飘飘的小腿，用那种被伤透了心的目光看着我，好像在怪我不该把他拽出来作证。金邪不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地嚼着晶石。我拍拍金邪的大鼻子，看见了吗？我这灵兽好着呢，你就是拿100条九尾狐狸来换，我也是不换的，更别说你那条残疾的单尾狐狸了。柳飘飘看向我身后的金邪，面露鄙夷，不过只是一头臭猪罢了，有甚可喜的？难不成还能上了天变了龙吗？我看着他脸上的伤痕，揶揄道：那倒是不能，不过也比被猪踩了尾巴抓花自己主人脸的蠢狐狸要强一些吧。柳飘飘气得直跺脚，尖叫着冲身边的狐狸下令：莫七，给我撕了他的嘴！白狐明显不愿意上前，举着受伤的爪子示意自己还伤着呢，不能动武。好啊，连你也不听我的话，
真是反了天了！柳飘飘铮的一声抽出长剑。沈志毅，今天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！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柳飘飘长剑如虹，直直向我刺来。一道黑影突然挡在我的面前，有金铁相撞声传来，柳飘飘手中长剑竟然被金邪的獠牙硬生生震成漫天的碎片。金邪身形一晃，整撞在身处半空的柳飘飘身上，将他直接撞倒在地。他挪动小山一样的躯体，转身背对倒在地上的柳飘飘，提臀吸气，直直的一屁股就坐了下去。我只感觉大地都颤抖了一下。柳飘飘被几位师弟从地里拽出来时，已经不省人事，也不知道是羞怒攻心还是窒息昏迷。他被人抬走时，跟在他身边的白狐还一步三回头的望着我，好像心里有多不舍似的。蠢货，这深情你演给谁看呢？关上院门，巨大的猪头拱了过来。我方才表现的怎么样？我揉着他的大鼻子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既然这么生猛，为什么上辈子就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砍，还平白丢了几千年的修为呢？他咕嘟一声把嘴里剩下的零食咽了下去。刚才在演武场，我确实正在运行灵力疗伤，那个时候我是不设防的。估计在你的上辈子里，那疯婆子也是突然发难，要不然我堂堂神兽也不至于落魄的凤凰不如鸡，着了他的道。还好你的存货里有几颗极品灵石，要不然我刚才也不会恢复的这么快。我打开百宝囊，只见里面最稀有的那几块上品灵石已经全都不见了。我去，你全给我炫没了。怎么心疼了？有点儿，不过你能早点恢复，比什么都强。你答应我的，吃下去的这些东西，你会双倍还我。他费力地点了点鼻子，我挠挠他的下巴。忘了，猪压根就没脖子。事实证明，超阶永远是超阶，上古神兽不管干什么都要比别的灵兽快。只短短1月，他便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，超阶灵兽的气息已经隐隐开始外泄，跟上一世他的凄惨遭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代价就是我百宝囊里攒的那些存货，眼瞅着就要见底了。最后一株仙草下肚，金邪便驮着我出门历练。到底是活了上万年的灵兽，宗门的那些历练任务对他来说基本没有难度。几乎所有的妖兽都不是他的一合之敌，就是苦了我这个主人，动不动就被他顶出去跟那些凶猛的妖兽拼命。用他的话来说，我实在是太弱了，若是不能精进自己，早晚会拖了他的后腿，拖了他的福。原本瘪下去的百宝囊就像我的修为一样，渐渐又重新鼓了起来。结果就是每次我历练归来，都像个逃荒的难民一样，好几次都差点被山门前值守的弟子当作叫花子给拦在门外。幸亏我身后的野猪辨识度高，这才少了许多被盘问的麻烦。这天我刚要带金邪出门，一个弟子慌慌张张地跑过来，大师姐不好了，小师妹在演武场把13师兄给打伤了。等我带着金邪赶到演武场时，四周已经围满了人。13师弟倒在地上，他的灵兽苔藓魔张口吐鲜血，奄奄一息地躺在他的怀里。他的对面，柳飘飘满脸寒霜，手中捏着一株水蓝色花草，正是我昨日赠给13师弟的那株湖光铃兰。一个一身白衣的男人，眉眼如黛，面白如玉，一头白发自然地垂在身后，背负长剑护在柳飘飘的身前，目光冰冷地看着在场众人。这么骚包的形象，不是人形的莫欺又能是谁？想不到仅短短数月，他竟然已经可以化形了，不愧是妖狐一族的败类。我看着他满头的银丝，心中不禁恶毒地想，这个白毛男一脑瓜白毛，估计早就是几百岁的老东西了，还非要变成一个翩翩美少年的样子，真是不知廉耻。众人见我来了，齐齐为我让开一条路。师尊闭关，几位长老又外出游历，不在宗门。此时宗门上下自然以我这个大师姐为尊。大师姐，前日师姐赠我湖光铃兰，今日本想着让我的魔章吸收，不想小师妹突然让她的灵兽出手，趁着我和魔章不备，将我们打伤，抢走了师姐赠我的湖光铃兰，还请师姐为我主持公道。原来白狐刚刚能化成人形，柳飘飘便带着他来演武场嘚瑟，结果看到13师弟手里的湖光铃兰正是自己晋升金丹期的一味关键草药，便直接指使白狐去抢。最近我收获颇丰，身为大师姐自然要以身作则，照顾师弟师妹，所以手头一些材料若有师弟师妹急需的，我便随手做了顺水人情。当然肯定是没有柳飘飘和白狐的份儿。白狐刚刚化形，还不适应自己的人形身体，仓促出手控制不住力道，直接把13师弟和魔章给打成了重伤。面对众人的指责，柳飘飘不仅丝毫没有悔意，还让白狐拔剑恐吓众人，这才被众位师弟师妹团团围住，拦住了去路。柳飘飘脸色如冰，目光寒冷地扫过在场众人。天下万物皆以有能者居之，当初我签下白狐时，我只是区区一个练气后期的新人，根本无法供养白狐。你们眼睁睁看着我倾尽所有，却无一人对我伸出援手，你们算什么同门？如今我这白狐已修成人形，若是再止步不前，便是灵兽宗的一大损失。这样的情况，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的白狐可不是你们养在手里那些百无一用的畜生，我用你们点材料怎么了？你们的材料与其用在那些成不了气候的废物身上，倒不如给我的白狐，这才不算是暴殄天物。将来若是在我的带领下，让灵兽宗成为天下第一宗门，倒是只怕你们感谢我还来不及呢。他的目光落在我身边的金邪身上，脸上尽是鄙夷的神色。大又怎么了？有些人的灵兽大则大矣，大而无当。身后的金邪双目赤红。沈之意，这贱货骂我，我忍不了了。灵兽分下阶、中阶、上阶、准超阶和超阶，等级越高，培养的需求也就越大。
尤其准超阶的培养，对天才地宝的需求更是跟无底洞一般，属于那种一兽吃饱全家饿死的类型。但超阶灵兽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从来不挑食，吃啥补啥，你给它弄块豆腐它也不挑，倒是特别好养活，压根不用我操心。上一世我养白狐时，凡是天才地宝都可着白狐来，一点也没给自己留。没想到白狐从头到尾都在和柳飘飘暗通款曲，我辛辛苦苦把白狐养到7尾，结果它却回身就将我咬死，对我掏心掏肺。此时见到那张跟上一世一模一样的脸，我心里的一团火就拱着往上涌，吃我的喝我的，吃完喝完一抹嘴就把我弄死，这样的畜生就该天打雷劈。金邪晃着庞大身躯从我身边经过，白狐眼中金光一闪，他是重生的，自然知道眼前这头有着冲天獠牙的野猪真正的身份是什么。化形给了他不属于他的勇气，让他面对上古凶兽时生出了跃跃欲试的胆气。他擎起长剑，直指金邪，来吧，臭猪，今天我定要跟你决一雌雄。金邪的目光好像在打量一只羔羊。咱们俩都是公的，决不出来雌的，就看咱们俩谁更雄吧。带，看剑！莫七身如鬼魅，化作一道白色闪电，急速朝着金邪掠去。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，同门切磋，点到为止。像柳飘飘这般杀心大起，任由自己的灵兽使出杀招的，灵兽宗自开门立派以来，他还是头一个。看着嘴角一抹残酷笑意的小师妹和场上杀意四散的白狐，众人的一颗心从胸口凉到了屁眼。下一秒，只听扑通一声，莫七神奇地出现在了金邪的前蹄下面。金邪打了个哈欠，这才装作满脸吃惊地看向被自己踩在蹄下的莫七。你硌我脚干哈？从头到尾，金邪都在跟莫七玩过家家的游戏。莫七的每一次出手，每一次刁钻毒辣的招数，最后都只能落得个被金邪踩进地里的结局。他一身谪仙般的白衣，现在也印上了一大片黑黑的蹄印，远远看去，就好像一幅被名家唾弃的水墨画，还被过路的君子啐了一口浓痰。直到这时，场上众人才惊恐地发现，跟上蹿下跳的白狐相比，大师姐的野猪从头至尾竟是连动都没怎么动，就好像白狐使尽了浑身解数，只是为了钻到野猪的蹄下，让他羞辱自己。柳飘飘脸色越发难看了，看向我的目光直恨不得一剑砍了我。你作弊！我只感觉好笑。当着众师弟师妹的面，小师妹告诉大家我是如何作弊的。你他吞吞吐吐你了半天，却一句争辩的话也说不出，最后大嘴一撅，竟然当众嚎啕大哭起来。你们欺负人，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，肯定是你们使了什么下作的手段，不然我的白狐怎么可能连一头野猪都打不过？你们这群软骨头，沈之意给你们点小恩小惠，你们就成了他的鹰犬走狗了？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灵兽宗门人的觉悟？我告诉你们，他那些东西都不是好来的，说不定他是贪墨了宗门的东西来讨好你们，你们别被他给骗了。沈之意他们肯定是被你用好处给收买了，所以才会帮你欺负我的。你仗着自己是大师姐，便不把我这小师妹放在眼里。我要去师尊面前告你。好啊，那你去啊。我指着一旁正在给魔章疗伤的13师弟，看你伤害同门和污蔑师姐这2件事，师尊会怎么罚你？我拍拍手，金邪抬起蹄子，放开了快被踩进地里的莫七。小贱皮子，爷爷今天就让你看看爷爷到底是什么。说罢，金邪浑身黑光闪动，大量墨色雾气缭绕在他身边，直至将他包裹了进去。浓重的化不开的黑雾中，蓦地出现了一双金色的瞳孔，一只头生双脚、龙头牛身、鹰爪蛇尾、浑身黑岩般毛发的巨大凶兽出现在了场地中间。柳飘飘被懊恼和悔恨填满了双眼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他咬牙切齿地从嘴里吐出4个字：凶兽饕餮。柳飘飘看着现出原形的饕餮，竟然将矛头直指向我。沈之意，若非你嫌弃白狐抢了我的饕餮，我如今早就是宗门翘楚了。这都要怪你，你得补偿我，把我的饕餮还给我。众人看着他撒泼，纷纷用一种关爱傻子的眼神看他。把我的灵兽赔给你，那你要怎么签订契约？灵兽契约是生死契，除非其中一方死亡，不然无法解除契约。小师妹考虑过这个问题吗？那有何难？他一脸的理所当然，指着自己身前的白狐。你先杀了这没用的畜生，我和他的契约自然就消失了。莫七惊恐回头，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。飘飘，你在说什么？闭嘴！你个没用的废物！若非你当初勾引我，我现在早就是签了上古神兽契约的宗门翘楚了。都怪你，你为什么不去死啊？莫七双目圆睁，如遭雷击。柳飘飘又看向我，你自杀，你和饕餮的契约也就不复存在了，正好可以让我和饕餮重新签订契约。你抢了我的饕餮，让你风光了这么久，你也该够本了。一条命换你几个月的风光无限，也算是便宜你了。在场众人轰的一声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指着柳飘飘破口大骂：你个蛇蝎心肠的魔女！明明是你当初看不上饕餮，现在你倒反咬一口，说师姐抢了你的灵兽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连自己灵兽的死活都不顾，你有什么资格待在灵兽宗？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死了白狐就自由了。
当你的灵兽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！柳飘飘，滚出灵兽宗！泼天的叫骂声中，白狐莫七擦擦嘴角的鲜血，最后绝望地看了一眼被众人包围着的柳飘飘，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在了演武场。柳飘飘被师尊废掉一身修为，逐出了山门。这次任他如何哭喊求饶，师尊都没有心软。那天之后，白狐不知所踪，彻底失去了消息。他和柳飘飘的契约是没办法断开的，除非一方死去。师尊废掉柳飘飘的修为，就是为了让他享长人之寿，也好早日还了白狐自由身。毕竟灵兽的寿命都很长，几十年弹指一挥间，等柳飘飘死后，契约自然解除。到时白狐何去何从都由他自己说了算。饕餮又变成了一头野猪，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懒洋洋的趴在我的院子里晒太阳。这次师尊看着我的眼神算是彻底变了。不愧是我的徒儿，果然青出于蓝胜于蓝，竟然慧眼如炬，连上古凶兽都能收入麾下，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！我恭敬奉茶。您下次夸我的时候，能不能单夸我，不把您自己带上？他喝了口茶，差点把舌头烫掉一层皮。下次别弄这么烫。是，师尊。师尊咳嗽一声，贼眉鼠眼的瞧了瞧院里的野猪，又一脸神秘的看向我。我坚决摇头。他想撮合我跟院子里那头野猪，可惜我对他没什么感觉，注定要让师尊失望了。师傅走后，野猪撩起一只眼皮瞅我。那老东西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我靠在他身上，只觉得他的皮毛暖洋洋的。哦，他想撮合咱们俩，让你当灵兽宗的上门女婿。那你心里是咋想的？首先，我对山精水怪没什么兴趣，对灵兽、神兽、凶兽、禽兽更是一视同仁。其次，我为什么就非得跟一个男人过一辈子？我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不行吗？就非得成亲生子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再说你们灵兽宗，挺多人都是找自己的灵兽当伴侣的吗？不行，起码我不行，我实在接受不了这种混乱的关系。而且，我拽了一把鬃毛，扬在空中。我好不容易重生了，我现在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。至于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吧。我拍拍他的大鼻子，径直朝屋里走去。沈之意，金邪叫住我，我回头正对上他的眼睛。那我算你的什么？我白了他一眼。当然算家人了。柳飘飘死了，他的尸体被发现在宗门外。我赶到时，众人正在收敛他的遗体。他双目圆睁，惊恐的脸上凝固着不甘心的神色。他的内脏被掏空了，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利器割伤的痕迹。金邪抽了抽鼻子，是莫七干的。这女人身上到处都是她的味道。掌门师尊面色凝重，将一封拆了封的信递给我。那臭狐狸疯了。信是莫七写的，信上说他忍受不了柳飘飘对自己的背叛，因爱生恨，不得已才杀了他。他为了能让柳飘飘扬眉吐气，不惜急功冒进，靠着吞噬其他灵兽来强行提升功力。结果因为身体承受不住太大的灵力，以致腰丹受损，元气大伤。他本以为自己为柳飘飘做到这种地步，柳飘飘会对他不离不弃，没想到柳飘飘第一次见到饕餮，便不顾往日的情谊，居然为了能够跟饕餮签订契约，丧心病狂的让他去死。从始至终，这个贱人最爱的都是他自己，哪里喜欢过我半分？我也只是他登上天阶的一块踏脚石罢了。小易，对不起，我辜负了你。这一世的我不配再站在你的身边。若我能打开万魔窟，毁掉这个世界，再入轮回时，我是不是会重新遇到你？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会好好抓住你，不会让你再离开我了。你等着我，我们来世再见。我把这封信撕了个粉粉碎。不是，他有病吧？我活得好好的，凭什么他说重启就重启啊？他活够了，我还没活够呢。走吧，去万魔窟。金邪看着地上的碎纸片，目光恨恨。我得问清楚，他凭什么叫你小易？我都没这么叫过你。万魔窟，世间万千魔物鬼怪最终的归宿。猩红色的封印下，是如大海一般妖兽魔物的怨灵，有若实质。一旦封印被破，万鬼夜行，整个人界将成为一片毫无生机的死域。众人赶到时，丧心病狂的莫七已经敲开了封印的其中一角，他浑身被黑红色的烟瘴包围，双目赤红，已经和万魔窟中的魔物没什么两样了。见到我，他神色癫狂。小易，你看到了吗？咱们马上就可以重新来过了。这次你要选我，明白吗？如果你敢负我，柳飘飘那贱人便是你的下场。金邪现出本相，冲上去一爪便将他拍在地上。我让你瞎咧咧。莫七生生受了这一爪，猛地吐出一口黑血，神情更加癫狂。臭猪，我杀了你！他变回本体，跟金邪滚在一处。你给我一掌，我咬你一口。纯粹用最原始的方式展开了搏斗。我举着剑，生怕伤害到金邪，迟迟不敢下手。两兽滚到那处破损封印时，封印发出咔嚓一声脆响，整个封印如同皲裂的冰面一样扩散开来，一丝丝黑气顺着封印的缝隙透了出来，有若实质的向正在厮打的两兽飘去。金邪，回来！金邪听了我的呼喊，这才发现早已近在咫尺的黑气，他猛地撞在莫七的身上，趁着两兽分开的瞬间，一个瞬移回到我的身边。莫七想要追击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黑气捆缚，一丝丝黑气通过他的五官开始渗入他的身体。小易，等着我！选我，一定要选我！记住了吗？我才是你命中注定的灵兽，我才是！他被黑气彻底包裹，发出痛苦的嚎叫，身体因为剧痛而疯狂地扭动。最终，黑气散去，
他被吸得只剩一具干尸，颓然地摔倒在封印上，化为了一捧飞灰。同一时刻，万魔窟的封印如同一块炸裂的玻璃，砰的一声炸成无数飞散的碎片，大量妖魂恶鬼如开闸的洪水一般汹涌着奔了出来。师尊手中长剑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看着头顶遮天蔽日的恶鬼，喃喃道：完了。金邪吞下了一只又一只恶鬼，利爪撕碎了一个又一个妖灵，可敌人的数量却依旧不见减少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他盯着下面破碎的封印，眼神逐渐凝重。必须重新补上这处封印，不然我们都会被拖死。我的心好像被人狠命攥住，上前一把扯住他的獠牙。不行，万魔窟的封印是用上古神兽的肉体化成的，历经千万年不被动摇。上古凶兽，也就是上古神兽，只是脾气特别不好罢了。就算我死，也不会让你死。他低头看我，凉笑一声。如果一直这么下去，咱们俩都会死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去。灵兽要听主人的话，你要是敢不听我的话，我就不要你了。我声音颤抖，已经带上了哭腔。求你，你别去，你别扔下我，咱们死在一块，好不好？金邪的目光柔软了下来，叹了口气。真拿你没办法，好吧。下一秒，他猛地一甩头，巨大的力量直接将我甩了出去。老家伙，接住！师尊一把将我捞住，死死扣住了我的脉门，强行压制住我，不许我轻举妄动。老家伙，替我照顾好他，要是他伤了半根汗毛，我就天天入梦找你的麻烦。我看着被厉鬼包围的金邪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。混蛋，蠢猪，你骗我，我可是你主人，谁让你丢下我的？金邪嘴角上翘。你才不是我的主人，沈之意，你说的对，你是我的家人，我得护着你。他最后看了我一眼。沈之意，再见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，直直地扎向了身下无边的深渊。修真历134年，万魔窟封印破，神兽饕餮以身化阵，修补封印，保得人界众生平安。修真历136年，灵兽宗掌门携灵兽飞升，羽化前将掌门之位传于大弟子沈之意。同年，灵兽宗掌门沈之意于大成期闭关，4年出关，成功踏入化神期，在无灵兽的帮助下，成为修真界第一人。自此，灵兽宗大开山门，广收门徒，成为修真界第一大门派。光耀门派，我却并不快乐。我好像失去了快乐的能力。我唯一的嗜好，就是无人时坐在我原来居住的院子里，呆呆地看着院中的一处空地发呆。长老们告诉自己的徒弟，掌门是在思念一位故去的家人。金邪，那不是掌门的灵兽饕餮吗？13长老摇头，莫要胡言，那是掌门唯一的亲人。我被人叫醒时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单人床上，一个穿着灰色笔挺短衫，胸前系着一条红色菱形方巾的男人坐在我的床边，有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，打在他的脸上。醒了。我点点头，习惯性的下床，脚踩在一双粉色的毛茸茸的鞋子上，很舒服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大概是阴间，或者是另一个世界，仙界也有可能，我也说不清楚。男人盯着我的眼睛，笑着问：你还认识我吗？我摇了摇头。死去的灵兽会来到这个世界，通过工作赚取报酬，用攒下的报酬买一所房子，等将来买到了房子，可以申请把自己的主人送到这里来，跟主人一起生活。男人很夸张地张开手臂。你不知道，这个世界的房子老他妈贵了，有的灵兽干一辈子活也买不起一个小厕所。幸好我没选那些大城市的房子。哦对了，这个世界的灵兽没有特殊的能力，也不再叫灵兽，都叫社畜，有意思吧？说着说着，他又有些沮丧，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歉意。可惜了，我到现在还在租房子住，要想买到大房子，估计还要很多很多年。他看着我，语气中有一丝愧疚。小易，对不起，那一刻，我泪如雨下，我扑进他的怀里，放声大哭，拳头拼了命地砸在他身上。我不要大房子，我只要你，你个混蛋，你个蠢猪！你为什么扔下我一个人了？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当那个破掌门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我每天都感觉天塌了一样。他轻轻抚着我的后背。小易，提前离去，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再见吗？小易，我也想你，每天都想，很想很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买一所大房子，到时让你舒舒服服的住进来的。小易，这个世界并不美好，可能你的一生也无法丈量这个世界的半个微笑，所以你得答应我，好好在那个世界多享几年福，好好过你的生活，别让我担心，好吗？我会接你过来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等着我，记着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说完，他猛地将我推了出去，咕咚一声，我迷迷糊糊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发现是自己从榻上摔了下来。我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发现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原来只是一场梦啊！门外响起一阵细锁的抓门声，我打开门，一头小猪正用2只前蹄挠门，他大概没想到我会突然开门，直接一咕噜滚了进来，鼻子磕在地上，疼得他眼泪汪汪的在地上打滚。那是一头通体黑色的小野猪，2根细小的獠牙还没从嘴里刺出来。见到我，他伸着4条小短腿跑到我脚边，咬住我的裤腿就不松口。我伸手将他抱起，他伏在我的肩头，
湿热的鼻子蹭在我的脸上，好像在告诉我一件事：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黑暗中亮起了一道光，那是我孤冷人生中的璀璨，是有家人为我守护的家。灵兽宗第6代掌门沈之意终生没有再和灵兽签订契约。在一个晴朗的午后，沈掌门留下一封书信，连同一直陪在他身边的那只通体黑色的灵兽，就此人间蒸发，踪影全无。后来入门的弟子都会好奇地问起那只小灵兽，但灵兽宗的众人会告诉他们，他的灵兽才不是猪。全文完。